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我净身出户，不要你一分财产。许愿，你应该很清楚，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以及跟沈家所有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了。还是你觉得现在有自己的职业了？女主播的职位也快到手了，所以这么无所顾忌。周主任，之前我们说好的我的赞助，现在暂缓，要不要我发出去？你有什么事？方磊，我警告你不要再纠缠我老公。如果你还要脸面的话，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你凭什么命令我？以前的事情，我当你年轻不懂事。但如果你再这么继续下去，就是蓄意破坏别人的家庭。如果你父母也要脸面的话，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你威胁我，许言，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这一场我赢定的。现在死皮赖脸待在沈家的人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你来决定。这2天我会来搬东西的。搬去哪儿？后面有一些离婚手续，还有相关资料，需要你的签字。我会把地址发给你的。8号上午10点，平城区见。只能硬着头皮去学校处理。处理完后，他本想着跟浩辰谈一谈，想知道他闯祸的原因，可浩辰并没有理会他，直接离开了。回到家后，许妍将学校的事情告诉了众人。婆婆嫌麻烦，决定将浩辰送去国外读书。这番话正好被回来的浩辰听见，他以为是许妍告状，才让妈妈起了送自己去国外的念头，因此把自己受到的所有冷落都怪在了许妍身上。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让他们都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对。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这番话让许妍明白，小孩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想让家人的关注罢了。知道原因就会得到解决的办法。许妍表示，只要他保证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自己有办法不让他出国。这又是什么招？隔天，浩辰去学习马术，往常都是哥哥来陪自己的，今天却是许妍来的，这让他内心无比失望。而为了吸引哥哥和爸妈的注意，他松了马蹬，故意摔到地上，造成骨折。这方法确实好用，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陪在他身边，可也就见效一回。沈母请来护工后，就因为工作和沈父匆匆离开。沈浩明嘱咐了许妍后也离开了。看到自己又是一个人，男孩将气都撒到了护工身上。不要走，不要你不要就不要走，人呢，太不像话了，不是。
许岩看见后，默默地将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并表示这4个星期都是他陪着，要是再不听话就收拾他。浩辰一听，立马来了鬼点子，他开始使唤许岩，一会要吃水果，一会要喝水，挑3拣4的，就是故意为难许岩。但许岩并没有惯着他。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我是伤员，我是小孩，你欺负我，你看我哥怎么收拾你。两人独自相处下，浩辰不再排斥许岩，许岩也用自己的方式靠近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许岩成功和浩辰成为了好朋友。晚上沈浩明赶了过来，许岩将自己录的视频拿出来给他看，明显能看出来男孩是故意的。现在的许岩是最懂浩辰的，因为浩辰想要的也是自己当初最想要的。小时候为了让爸妈注意自己，他也曾用过这个招数，可只要姐姐一出现，爸妈所有的爱都会加注在他身上。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两人并不知道，弟弟根本没有睡觉。自此后，许岩成为这个家里浩辰最喜欢的人。而许岩为了帮浩辰完成心愿，他把画本拿给公婆看。在浩辰的世界里，爸妈回到家永远拿着手机，而自己则躲在孤僻的角落里。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 也不是手机，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知道这件事后，沈父沈母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于是他们都抽出时间陪伴浩辰，而就只是陪着看看电视。浩辰都是无比开心。沈浩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为此特意送了许岩一辆红色的跑车。那么沈浩明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许岩？他知道许岩的身世，又为什么要和许岩结婚？而许岩每帮他一次，都会拿出一样东西当做奖励。但不管沈浩明到底爱不爱许岩，这个家已经离不开许岩了。不管是沈浩明还是弟弟，就连婆婆也是一样。可回来了。怎么了妈？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他喜欢你，你想个主题，他肯定喜欢。我想想，事情交给你妈去发现。如果你还不配合我，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乔燕来了，贪图富贵，利欲熏心，为了嫁入豪门，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找沈家，跟他们说清楚。自从许岩当上财经新闻的主持人后，全家人都围在电视剧前看他。婆婆为此还特意挑选了一套珠宝送给他。此刻的许岩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可就在他以为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男人跟许岩曾有一面之缘，几年前两人在同一家咖啡店争取想要的岗位。许岩在简历上关于家庭成员的那一栏没有填写，猎头不停地诱惑他，将父母的身份写成在国外做生意，因为这样就算查也查不出来什么。毕竟在当今的社会上，家庭背景在职场上也是一个加分项。就在许岩犹豫的时候，后面的男人，也就是周泽远制止了他。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到那个时候，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这时的许岩还很是单纯，他想了想周泽远的话，决定实话实说。这番举动把猎头直接气走了，就算佣金翻倍也不接他这一单了。出来后，许岩不停地打电话求职。突然，男人拿出2朵用报告书折成的向日葵送给他，鼓励他不要气馁，就像这2个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永不低头。两人就这样认识了，互相慰藉着彼此。5年后，周泽远再次见到许岩，这一次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而是带着目的接近许岩。他将许岩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想让许岩帮自己拉到沈浩明的投资。许岩观察了一番后觉得可行，可就在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无意间听到员工之间的对话，彻底打消了让丈夫投资的念头。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网站一做啥也不干，一天500的，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这不点人，就是一家皮包公司。为了验证这番说法，许岩来到大厅试探，让员工展示一下公司的项目。怎料男人听完后脸色大变，慌乱地找着各种理由不打开电脑。身后的客户也装模作样，实际上电话线根本没有接通。再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件，全部都是空白的。许岩瞬间明白周泽远搞皮包公司骗钱，于是再次见到他，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怎料周泽远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以许岩的真实身份作为要挟。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改变不了。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既然都是同类，那更要互帮互助了。面对周泽远的要挟，许岩真是累极了。回到家后，听见婆婆叫她，只能强颜欢笑的应对。明天婆婆的闺蜜马阿姨要带一个人来家里做客，不知道该做什么。许岩立马给出了意见，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马阿姨带的人竟是周泽远。在喝茶的时候，周泽远不停忽悠两人，许岩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胡说八道。他不敢帮周泽远，更不敢揭穿他的真面目。实在听不下去的他借口接水离开了。可没想到周泽远竟追了过来，他彻底撕破脸皮，逼迫许岩让沈浩明投资。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不要再想注资的事情了。
周泽远见许岩不上当，继续忽悠他，表示只要沈浩明一小笔的投资就行。但聪明的许岩很快就识破了他的阴谋。周泽远要的不仅仅是钱，他最想要的是沈家的名声，借沈家的势力骗更多的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是犯罪。乔岩，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这么在意他，你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许岩直接泼了他一身水，本以为周泽远会收敛，怎料他直接找到沈浩明这里，当着许岩的面在雷区不停的试探。此刻的许岩害怕他说出真相，更怕沈浩明被自己连累。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没事。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到骗这个字，你根本没资格，没有力气。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亲戚，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许岩怎么也没有想到，弟弟浩辰竟然是沈浩明的儿子，而他也一直都知道自己捏造身份的事，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说谎。被揭穿后，许岩直接提出了离婚，怎料沈浩明却拒绝了，还用许岩的工作来威胁他。你现在还没有正式加入新闻岗，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不久前，在许岩的照顾下，浩辰越来越跟他亲近，甚至两人都成为了朋友。而许岩不只是遇到了周泽远这个危机，他还要防着姐姐乔琳乱说话。原来几天前，沈浩明突然说要请表姐吃饭，许岩本想着以姐姐工作忙为由拒绝，可沈浩明却坚持要请，无奈之下，他只能带着乔琳来吃饭。但进去之前，他万分叮嘱乔琳一定要少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个姐姐最擅长的就是口无遮拦，担心他说的越多就越难圆过去。果不其然，乔琳说了许多许岩过去的事，包括他在学校是校花的事。本想着帮妹妹说说话，可说的越多，破绽也就越多。脾气真好，我是他初恋，你知道吗？真的，那不是那会儿啊，你就别说谈恋爱了，只要是个男的，他都不带看一眼的。也就是我们那儿没女校，不然他早转去那儿上学去了。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爷爷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乔琳慌乱地看了看许岩，赶忙解释自己高中的时候复读了2年，复习班正好转到了许岩上的高中，这才把这些话都圆了过去。此时的沈浩明玩味地看了看许岩，然后让乔琳多说一说许岩以前的事情。乔琳很是嘴快地说了句没问题，但当他看到妹妹那能杀死人的眼神，立马就闭上了嘴，然后跟沈浩明说自己很忙，不能经常出来吃饭，而他为了弥补刚才的过失，跟沈浩明说了许多许岩的好话。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但是她一旦动了心，就是一辈子的事，你得珍惜，你知道吗？这些话沈浩明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只要发生一次，他就会充满戒心。在他眼里，许岩嫁给他是为了地位和财富，什么所谓的真情，身为豪门少爷的他根本不信。可许岩却正好相反，他是因为爱沈浩明才选择说谎捏造身份，两人的立场不同，导致许岩得知真相后伤心提出离婚。吃完饭后，乔琳不停地看着许岩。来之前，乔琳咨询过律师，以许岩现在这种情况，即使以后身份暴露了，沈浩明只要是真心爱他的话，也是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的。许岩听完后心里边有些高兴，没想到乔琳也会考虑自己。两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突然许岩看到旁边坐在一起听歌的2个女孩，想起小时候放学他经常会盯着 MP3 看，但因为懂事从来都没有主动跟父母提过。乔琳发现后直接将自己的送给了他，姐妹俩就这样一起听着歌回家了。现在长大了，虽然说姐姐有些没心没肺的，但还是想着自己。许岩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人，他不想被原生家庭困住，但只要他们对他好一点，他都会释怀以前的痛苦。爸妈从小就宠爱姐姐不理他，可听到爸爸得病了，还是会留下一笔钱让他治病。密码设置的还是乔琳的生日，是因为爸妈从来没有给他过生日，肯定不知道他的生日日期。姐姐来到荆州，表面上很烦他让他回去，但看到他住在拥挤的出租屋，立马就给他换了大房子，还准备了生活用品，甚至将房子租到了他喜欢的人隔壁。网上有些言论说许岩是恶女，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我们许岩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宝宝。很快乔琳的工作也上了一个台阶，公司想要选择人去总部加入销售团队。乔琳因为化妆技术和销量第一，所以在这个候选名单之内。本来说乔琳对自己也是十分有自信的，但是听到领导说自己学历太低这件事，觉得确实是自己的短板，便想要抓紧有限的时间来提高学历。乔琳知道学习是自己一直十分头疼的事情，于是她找到于一鸣帮忙，于一鸣很是爽快地答应了，这也大大加快了两人的感情发展。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的，都很倔，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不需要我一个人话筒。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
自从许岩得知周泽远办皮包公司骗投资后，便拒绝了与他合作，因为他明白，虽然周泽远只让沈浩明投资一小笔不起眼的钱，但他的目的却是借着沈家的势力去骗更多的人。可周泽远又怎肯轻易罢休？他将许岩不肯帮忙，直接来到沈浩明面前，不停地提起许岩的假父母，试图让他说服沈浩明投资他的公司。但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被老谋深算的沈浩明看清，他并没有继续和这个骗子谈下去。谁知周泽远又找到许岩，直接撕破那虚伪的嘴脸。如果你还不配合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周泽远还是低估了许岩对沈浩明的爱，不管他怎么胁迫，许岩根本不愿配合。怎料男人见许岩这样，为了拿到钱，他往后退一步。这次他可以不要沈浩明的钱，但这笔钱必须许岩来出。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从这之后，男人像个恶鬼，时刻缠着许岩，就连晚上都会打电话催着要钱。而这些沈浩明都明白，他早就让助理查过周泽远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许岩打电话的对象就是他，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悄悄在背地里帮许岩解决一切。经过1晚上后，周泽远并没有收到钱。一个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他将许岩堵在停车场，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到钱。好在姐姐乔琳及时出现，假装打电话报警，这才吓跑了周泽远。许岩为此很是感动，姐姐还是那个姐姐，虽然从小父母偏心她，但她依旧是那个将自己护在身后的姐姐。虽然姐没什么能耐，但是妍妍你放心，只要有我在，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我揍她！谁知周泽远更加得寸进尺，这次他直接把许岩亲生父母请到了荆州，还将他编造假故事嫁进沈家的事全部托盘而出。乔爸得知后暴跳如雷，他不理解许岩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乔爸不停地辱骂许岩，什么话难听说什么，觉得女儿就是贪慕虚荣、利欲熏心，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甚至要去沈家坦白真相，揭穿女儿的骗局。许岩听着父亲的谩骂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他早已死心。在高考那年，他就已经对这对父母不抱期望了，也从来没奢望过他们能够理解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许岩的话像棉花一样打在这对父母身上，丝毫没有波澜。此刻的乔爸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错，甚至觉得要不是他们把许岩接回来，他怎么会有今日？他从来不会想过许岩本该过上像乔琳一样的生活，可他的出生不被期待，只因为他不是个男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听完这话的乔爸起身就要去沈家揭发许岩，乔母连忙拦住他，嘴上说着为女儿考虑的话，可这幅画面在许岩眼里却是无比的可笑。乔家两口子从来没有想过儿时的经历对许岩的影响有多大，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是多么偏向大女儿，他们只会觉得我养你一场，怎么到头来还成了我们的错了？是他们亲手把许岩推开，现在却又嫌弃他什么事情都不跟他们说，真是讽刺。这是在演哪一出啊？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琳的，而不是我。这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你怎么能这么想？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你再也不是乔家人。乔，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面对周泽远的威胁，许岩宁愿鱼死网破，也不愿将沈浩明被他拉下水。不久前，周泽远为了让许岩劝沈浩明投资自己的公司，特意将在老家的乔家两口子请了过来。乔爸得知许岩未嫁豪门，竟然捏造身份，恼羞成怒下选择跟许岩断绝关系。而许岩听到后心里并没有任何难过，甚至觉得是一种解脱。为了封周泽远的口，他不得不把沈浩明送给他的跑车卖掉，将钱转给了他，并警告他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会有第二次，自己一定会报警。怎料周泽远根本不满足，他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于是他继续用自己手中的把柄威胁许岩，而许岩丝毫不受他的威胁。眼前的男人就是个十恶不赦的诈骗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丈夫上当，为此他不惜和对方鱼死网破。好，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谁知周泽远恼羞成怒下竟对许岩动手，而许岩也不惯着他，直接一个包击就打了过去。一项1000万，要不再来一下？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沈浩明打来了电话，他约周泽远下午2点去打高尔夫。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与我无关。
下午沈浩明主动谈到注资，还提出追加投资款。许岩听着很是着急，他想方设法的阻拦，却根本拧不过心意已决的沈浩明。周泽远走后，许岩还是让沈浩明小心这份投资，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公司背景，想让他再慎重的考虑一下。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不是愁眉苦脸。这天过后，周泽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4个月后，许岩才知道周泽远被抓。他很庆幸沈浩明没有被骗，但是又觉得他好像跟自己之间有点距离，因为他说什么话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原来沈浩明早就知道一切，他让助理调查了周泽远，也知道许岩受威胁卖掉了自己送的车子。而为了让许岩不再发愁，沈浩明以代理人注资的名义，一边安抚周泽远，一边调查他的犯罪证据，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威胁许岩。妍妍，如果你将来想投资，需要钱，可以直接问我要，没必要把车卖了。听见这话的许岩心里咯噔一下，很是担心丈夫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没人倾诉的她，只能找姐姐乔琳。乔琳也很是奇怪，周泽远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抓了？许岩虽然也不知道，但她总感觉有人在背后默默的帮她。乔琳还是觉得，还是找个机会把这件事早点跟沈浩明说清楚。毕竟看着沈浩明那么爱许岩，知道后肯定会原谅的。我是想跟他说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突然，乔琳看到了于一鸣，她跑过去将他拉了过来，跟许岩一起吃饭。于一鸣本来很犹豫，但一听到许岩也在，就跟着过来了。而乔琳也发现一件事，于一鸣跟许岩真的太不一样了，总是滔滔不绝，比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话还多，心里无比的失落。许岩将一切都看在眼里。晚上回到家，许岩考虑再三后，决定跟沈浩明坦白。他先是试探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婚前隐瞒了一些事情，但现在两个人过得很好。这个朋友想要主动坦白，可他还没有说完，沈浩明就打断了他，表示只要两人的感情好，根本不需要坦白，坦白了反而会成为两人感情中的一根刺。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你说呢？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一种说法而已。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许岩的第3个追求者终于出现了，男人名叫蒋亮，是商界有名的花花公子。许岩以不同寻常的装扮出现在酒会上，瞬间吸引到了他的目光。原来沈浩明虽然通过许岩跟黄总达成了合作，但现在沈父并不支持他，没有资金支持的沈浩明只能通过拉投资来做自己项目的后盾，这样才能顺利进入董事会。于是他盯上了远航基金，希望能够得到蒋家姐弟的支持。而这次即将举办的金达酒会，两人正好过来参加，所以他希望许岩能够做足功课，了解蒋云和蒋亮的全部资料，好能跟两人搭上线拉投资。许岩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很快到了酒会那天，沈浩明先来到了酒会，他在黄总的调查下得知，蒋云和蒋亮两人是出了名的难合作。姐姐蒋云沉稳冷静，做事杀伐果断，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被商圈的人称为投资界的黑玫瑰。弟弟蒋亮看似是个花花公子，实际心思缜密，对数字十分敏感，是远航基金的活账本，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黄总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接下来也只能靠沈浩明自己的能力了。同时他想借助远航基金的事被方磊得知，方磊为了证明自己比许岩强，也来到酒会，本想着找蒋云聊一聊，可蒋云丝毫看不上他，并没有过多理会。无奈之下，他只能去找蒋亮，以为这个花花公子很好攻略。他看见蒋亮因为喝酒难受，便主动调了一杯特制的解酒秘方，番茄汁，然后再加蜂蜜，这两加起来可以解酒。这一幕正巧被沈浩明看见，瞬间勾起了他的回忆。那时的他跟一个女孩也曾经喝过这样的解酒神药，而女孩正是他的初恋女友，也是方磊的姐姐。此时的方磊并没有注意到沈浩明的到来，他蹲下身细心地为蒋亮擦掉鞋子上的污渍。沈浩明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帮自己，但他很清楚蒋亮只会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才会想起身边的女人，于是他直接上前劝说方磊，这么做只是多此一举。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做花瓶做陪衬我都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我，我心甘情愿的。绿茶不愧是绿茶，她的故作柔弱也确实吸引到了沈浩明的怜爱。看他为了自己跟别人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端来了一杯热牛奶。而方磊也很是绿茶，他故意将姐姐的手链留了下来，为的就是让她想起姐姐。另一边的许岩却与他不同，他故意穿着记者专用的马甲来到酒会，不一样的装扮瞬间不仅吸引到了蒋云，还有他的弟弟蒋亮也眼前一亮。许岩表示自己是外采太晚了，没来得及换衣服。这个马甲很方便，可以装很多东西，又防风防水。户外作业嘛，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设备一旦受到影响，就会前功尽弃。许岩的这副样子让蒋云想起了他以前的样子，看到对方很随和，便主动提出让他穿自己的礼服。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
真的是贤内助。许妍听完后表示，自己虽然嫁了一个好家庭，但更多的不想当一个贤内助，更想能够帮助丈夫。但蒋云早已识破了她的伪装，她开门见山地指出，许妍穿工作服现身，就是为了模仿自己以前当记者时候的装扮，用这种方式来博得她的好感。被戳破心思的许妍很是尴尬，但下一秒蒋云却说她成功了，因为刚才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随后许妍拿出收集的蒋云以前采访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她，这不禁让蒋云对她的好感加剧，她很喜欢这份礼物。出来后，许妍借撩头发，对着沈浩明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她瞬间明白成功了，于是她走过去，还主动帮许妍争取到了蒋云的专访。边走边聊吧，走吧。不要599，不要499，不要299。许妍得知自己被沈浩明欺骗利用后，直接选择离婚，净身出户。一旦利用，跟沈家所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沈浩明本以为自己这么说就会让许妍知难而退，怎料许妍宁愿去直播卖火，做主播，每天吃东西吃到快吐，都没有向他低头。不久前，在许妍的帮助下，沈浩明成功和蒋云搭上线。看着许妍这样被蒋云众星捧月地带走了，方磊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故意在沈浩明面前假装自己喝了许多酒的样子，来到卫生间吐，想要得到他的怜惜。而沈浩明也上当了，他来到方磊面前，表示自己和远航基金的合作已经谈妥了，让他没有必要再这么讨好蒋亮了。合作才刚开始，我的路还长着呢。只要是对你有用的关系，我都会竭尽全力去给你维护好的。方磊的这波装可怜，成功让沈浩明开始心疼他，再加上他离开的时候还特意留下了姐姐的手链，让沈浩明再一次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而另一边坐在车上的方磊并没有喝醉，他十分清醒地跟旁边的人说着，这么多年来，他的心里只有沈浩明，从前是，现在是，以后也会是。尽管以前姐姐在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可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喜欢沈浩明。一旁的男人一直都喜欢方磊，听着他的这番话，便耐心地劝说着他。他有妻子有家庭，夫妻感情又很和睦，你和他之间是没有可能的，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与此同时，回到家的沈浩明拿出那条手链，回忆着和初恋的种种。就在他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的时候，许妍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维。你让我采访蒋总的事，怎么不提前问问我？许妍不理解沈浩明为什么那么信任自己，但听到他说自己是最好的，心里很是高兴，将那点怀疑全部都消散了。隔天，蒋家姐弟找到沈浩明提出合作，但却表示他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合作对方。此刻的沈浩明并没有慌，而是拿出昨晚拍的照片，表示许妍现在是公众人物，她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巨大。这张照片刚发上去就上了热搜，而且还推动了两家的股票上涨，足以证明与他合作只会赢不会输。而就在蒋家姐弟以为沈浩明做的这些都是迫不及待想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却被他反将一军。现在投资给我的刚好也是4家公司，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沈浩明走后，蒋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因为这次事情的成功，沈浩明再次送给许妍一份礼物。看着手中厚重的礼物，许妍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他为沈浩明的用心而感动，另一方面则是内心的愧疚。礼物越贵重，他内心的负担就会越重。那些编织的谎言终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很快到了许妍的生日，沈浩明特意准备惊喜给她，可却因为方磊的一通电话给破坏掉。原来方磊为了破坏两人，故意打电话给沈浩明，说自己已经见过浩辰了。沈浩明无奈之下只能先去找他。刚进来，方磊就以此为要挟，让沈浩明跟自己在一起。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他让方磊看在姐姐的份上放过自己。谁知方磊竟然直接拿起药全部喝了下去，嘴里还说着要去找姐姐。沈浩明见状夺过瓶子看了看，顾不得其他，立刻抱起方磊送他去医院。而此刻在工作室等了许久的许妍还在等待着沈浩明。不久后，沈浩明回来了。许妍以为他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耽搁了，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沈浩明来到衣帽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想起当年初恋因为潜水逝世的事情。可他万万没想到，方磊为了跟自己在一起，竟然把沈浩辰是他儿子的事告诉了许妍。浩明哥浩辰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浩明哥在伦敦留学的时候跟我姐谈恋爱，我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了。据我耀眼中的沈浩明算是我看过的国产剧最有心计的男主了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装作一副深情的模样欺骗许妍，还可以跟初恋的妹妹逢场作戏，直到将两人的价值全部利用完，然后丝毫没有留恋的直接抛弃。沈浩明，我我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告诉许妍，我要跟着我被你都做什么？在沈浩明的眼里只有事业，从来没有感情。许妍这样的纯爱战士，在他眼里就是有利可图。不仅仅是因为许妍刚开始就欺骗了他，
还有出身豪门的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爱。不久前，沈浩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他背地里调查了即将合作的世丰集团。在签约的时候，警方以行贿罪的名义将世丰集团的董事长带走了，沈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公司的股票也断崖式下跌，这些都让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这时，沈浩明却站了出来，他向父亲表明自己的新项目已经得到了远航基金的支持。沈父听完后很是惊讶，因为他明白这些人这些事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久居商场的他立马就反应过来，儿子早就有了周密计划。沈浩明见状也不再隐瞒，他表示自己早就对世丰进行调查，公司内部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暴雷是迟早的事。而为了让公司的股价回暖，沈浩明决定对外放出与首科合作的消息。这条新闻就是许岩的节目播出。这一番操作让沈父认可了儿子，渐渐的让他开始接手处理公司的事情。而沈浩明杀伐果断的手段，第一时间就是开除在公司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人。吴叔得知自己要被开除的时候愤怒至极，可沈浩明早有准备，他将这些年老吴在公司这么多年利用职务之便在美国和澳洲购置的房产全部都罗列了出来。老吴对此无话可说。晚上许岩来到公司准备和沈浩明一起去吃宵夜，这时老吴却过来了，他声泪俱下的哭诉着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公司的贡献，希望沈浩明不要开除他，甚至跪下来求他。但沈浩明丝毫没有心软，你做这些事情之前就应该想到后果，留在公司是不可能的。沈浩明的这番话看似是跟老吴说的，实际上也是有意让许岩听。而老吴见这招行不通，竟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刀。走在后面的许岩发现后及时推开沈浩明，自己却被划伤。而沈浩明反应过来后立即将老吴给制止住。隔天，沈浩明直接拿出附属卡作为奖励送给许岩。我不想要这个卡，必须带收下来，还有其他礼物呢。看着接了电话就匆匆离开的沈浩明，许岩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自从跟蒋云的合作谈完后，沈浩明对他的态度远不如以前，但他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殊不知沈浩明都是利用他而已。沈浩明离开后去见了方磊的父亲，因为他的新项目需要方府的支持，所以他尽可能给方磊条件，在他面前释放男性魅力，不仅关心他的身体，还送他回家。突如其来的示好让方磊瞬间陷入了恋爱之中，甚至在许岩面前秀起了恩爱。这一刻，许岩觉得自己像个背景板，他找到姐姐诉苦，说自己的丈夫好像变心了。之前两人之间无话不说，可现在两个人感觉像中间隔着一块玻璃，能看到彼此却靠近不了对方。他可能累了呢，对吧？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两个聚在一起，不提他，喝酒。另一边，方磊陪着沈浩明签下了远航基金，沈浩明送他回家，方磊拉着他就要吻上去，而面对他的靠近，沈浩明并没有拒绝，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机，直到助理打来电话通知他顺利和方家签约，这才露出了真面目。现在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地，你表现得很棒，今年的年终奖你肯定非常满意。听完这些话的方磊才明白，这段日子沈浩明一直在利用自己，现在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就开始过河拆桥。可恋爱脑的方磊依旧抱着沈浩明不让他走，怎料沈浩明丝毫不留情，直接将他交给律师处理。你蓄意破坏这种家庭，你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所有的证据和录音都在这儿，所以我想奉劝你，你还年轻，需要名利的地方还有很多。其实浩明跟浩辰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方磊为了报复沈浩明欺骗自己的感情，将沈浩辰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起初许岩根本不相信，认为方磊为了破坏他和沈浩明之间的感情编造出来的谎言，可方磊却能将其中的细节全部都说了出来。原来沈浩明在伦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方磊的姐姐，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后来方磊姐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但当时他们的年纪还小，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沈父担心未婚生子传出去不好，再加上知道的人不多，便对外宣称浩辰是他们的第二子。再后来方磊的姐姐因为潜水去世后，这件事就成为了永远的秘密，只有方磊、沈浩明和沈家夫妻知道。许岩听完后大脑瞬间宕机，他不知道方磊说的是真是假，而方磊接下来的话让许岩更是震惊。你生日那天，浩明在我家里，他应该没有告诉你我和他做了什么吧？听完这些的许岩强装镇定，表示他相信沈浩明，只要他没有亲口说，自己是不会相信方磊所说的一切。怎料方磊继续刺激许岩，表示浩明哥一开始就不是找老婆，而是一个能够印在结婚证上的名字。许岩更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视线里，既没有背景又好拿捏，还能帮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但你也算聪明又有野心，最近当上主播，正好可以用来宣传他的事业，他的为人。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许岩开始慌了，一切都串联了起来。而看着许岩难以接受的表情，方磊继续刺激他，
说他能考上新闻主播的位置，也是沈浩明在背后动用了很多关系。听完这些的许妍眼含热泪，整个人很是崩溃，以至于浩辰向他走来，他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回想起沈浩明跟他说的种种，他的内心开始动摇，但他还是想听丈夫亲口跟自己说这些。晚上回到家，许妍看着正在忙着做饭的沈浩明，直接说出了方磊告诉自己的事情。沈浩明听完后也不再装了，他坦白了沈浩辰是自己的私生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任何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话都没有必要说出来吗？那你打算要瞒多久？一辈子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听着许妍说的这些话，沈浩明转身来到保险柜，拿出一叠资料，直接甩到桌子上，揭开了许妍的真实面目，并表示当初刚认识许妍的时候，她的外形和品质都是自己喜欢的，而且沈母是个极其挑剔的人，很少有女生会取得她的欢心，但许妍做到了。再加上许妍是个聪明且懂得忍耐的女人，如果她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千金，可能他们不会容下浩辰，但有弱点的许妍可以。还有就是许妍有野心，可以助力自己的事业。我是骗了你，那难道我没有大方给过你任何的支持吗？在沈浩明心里，他们各需所需，不必抱怨。是自己帮许妍节目冠名当上新闻主播。当林涛闹事的时候，向银行领导施压，周泽远用身份要挟许妍，自己则调查罪证送他进监狱。沈浩明觉得他骗了许妍，所以愿意花钱买下他所谓的谎言，而他只希望许妍做个完美的妻子，助力他的事业，照顾他的家庭。而他作为一个丈夫，尽自己该尽的责任，祝许妍事业有成。听完这些的许妍一脸冷漠地看着沈浩明，觉得自己先前的爱恋和愧疚就像个笑话，但他还是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你有真的爱过我吗？从一开始知道你是骗子，我就不可能不信。此刻的许妍终于明白了一切，之前沈浩明对她的所有奖励，原本她以为那是对自己的爱，可现在看来就仅仅只是完成任务的打赏而已。你可以理解成是我对你符合我条件的一种认可。许妍，你再怎么求解，就显得不够聪明了。直到许妍苦苦哀求沈浩明爱自己得不到回应的时候，他才开始彻底死心，不再对这个男人抱有期待。原来方磊为了报复沈浩明，将一切真相都告诉了许妍。起初许妍不敢相信，他回到家迫不及待地跟沈浩明对峙，沈浩明也不再装了，直接跟许妍摊牌，两人各需所需。他需要有人帮自己照顾家庭，助力事业，许妍想要当上主持人，他们之间本就是利益共同体。而许妍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每做对一件事情，沈浩明都会挑选一些昂贵的礼物送给他。他本以为那是爱，却没想到那只是两方合作之间互惠互利的报酬罢了。听着沈浩明句句不爱自己的话语，看着桌子上的那一沓资料，许妍心如死灰地离开了这个房间。她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回想起两人之间的种种，终于确定了丈夫对自己没有任何爱情。就在这时，沈浩明找了过来。此时看着沈浩明，想起一句话：你在众人之中，暮色深浓，无法辨认，不会再相逢。沈浩明上来开门见山，询问许妍有没有想清楚。此刻的许妍无比的平静，她表示要是想离婚的话，自己也会同意的。可沈浩明要的并不是离婚，现在他的新项目和公司正在起步中，不希望被离婚影响到，所以他还是希望许妍能和自己继续扮演恩爱夫妻。但真正动心的许妍自然是不肯的，她不希望跟沈浩明继续这样貌似神离的做一对假夫妻。怎料沈浩明直接以许妍的工作作为要挟。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听完这些话的许妍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像个烫手山芋一样，甚至想要脱离。随后许妍回到单位，录制完新闻后，听到了主任表扬自己，还让自己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沈浩明说的也没有错，自己做的这份工作确实能够为她提供顺风顺水的信息途径，而且这一切确实也是沈浩明给她的。她彻底想通了，于是回到家特意做了烛光晚餐，并放低姿态，想要挽回这份感情，表示自己可以做好一个妻子的角色，也可以接纳浩辰，但只求一点，希望沈浩明能够相信自己对他的爱是真的，无关身份和地位。然而面对许妍这么卑微的示爱，沈浩明却无动于衷。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就像你说的，我们之前说好的，无论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在沈浩明眼里，许妍就是个图名又图利的人，他不相信许妍对自己有真爱，所以许妍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演戏罢了。而此刻的许妍也彻底死心，她明白狼来了的道理，撒谎太多次说真话的时候，没人再相信。许妍就这样跟沈浩明两个人一起成为了表面的夫妻。看到沈浩明一个劲儿的在记者面前伪装两个人十分恩爱的样子，面对镜头许妍有点说不出话，甚至觉得丈夫在镜头面前在暗暗的点自己。沈浩明为此很是生气，他像对待下属一样对许妍，让她在第二天的慈善会表现好点，不要让人看出来。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
就在两人准备睡觉的时候，律师打来电话说方磊要自杀。原来方磊这几天一直联系沈浩明，沈浩明并没有理会他，所以他才想出了这种办法。而沈浩明接到电话后就匆匆赶往现场，面对方磊的要挟，沈浩明丝毫没有怜惜，只有厌恶。他直接将方磊踢出新项目的参与，说完冷漠的离开了。晚上参加慈善会的时候，许岩彻底不想再配合沈浩明，他故意将方磊拉到身边坐下。沈浩明出声制止，许岩丝毫没有理会，甚至开口让方磊有时间多帮他照顾好命哥。这些话让方磊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沈浩明看到许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只是沉默也没说什么。而在拍卖的时候，许岩更是拿着沈浩明的钱，用最高的价格买下一个钻石戒指，160万，左边出价160万了，朋友们还有没有加价的？160万，第一次，300万，离婚吧，不要你一分财产。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以及跟沈家所有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了。许岩终究还是提出了离婚，谁知沈浩明为了维护自己在公司的声誉，竟用他的事业作为要挟。然而许岩根本不怕，他直接给方磊打电话，利用激将法让他说出浩辰是沈浩明儿子的事，然后录音，以此来威胁沈浩明答应。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你来决定。不久前许岩求爱未果后，便彻底放飞自我。他在拍卖会上用沈浩明的钱拍下天价钻戒，然后很是大方地送给了方磊。拍卖会嘛，争来抢去的不过就是个由头，煽心为重，所以在这里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许岩这番话看似是在说钻戒，实际上是在暗指沈浩明，老娘现在不爱了，他就是个不值钱的，让方磊随时拿走。而沈浩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许岩，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默默任由他胡来。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沈浩明警告许岩适可而止，但许岩丝毫不在意，还拿他曾经说过的话对了回去。大房东，你说的，记得要笑哦。原本许岩还愿意跟沈浩明扮演恩爱夫妻，直到姥姥在电视上看出他不高兴的样子打来电话，许岩才彻底放下伪装。这么多年来，只有姥姥最爱许岩，他能看出许岩的不高兴，明白孙女肯定是受了委屈。听着姥姥的安慰，许岩忍不住哭了起来，但是他不敢哭出声，担心被姥姥听出来。姥姥呢，岁数也大了，以后不能陪伴你很长时间了，对吧？你不要乱说这样的话。你想不想要一个孩子呀？姥姥可是想抱成外孙啦。姥姥在电话里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许岩，想让孙女能高兴点。殊不知许岩早已泪流满面。晚上回到家，许岩打开冰箱，看到了那瓶桂花酱，他拿出来准备放到桌子上，一下没注意摔碎了。许岩看了看洒到地上的桂花酱，最终决定请假回老家看姥姥。可没想到回来被邻居告知，姥姥因为脑缺血晕倒住院了。他急匆匆赶到医院，在妈妈的告知下得知，姥姥抢救及时已经没有危险了。通过这次姥姥的生病，许岩终于下定决心跟沈浩明离婚。如果不是为了圆谎，姥姥就可以看到穿婚纱的我；如果不是为了圆谎，姥姥本应该在我身边，而不是孤独凄凉的冰岛。我唯一可以弥补错误的机会，就是亲手彻底终结这个谎言。姥姥醒来后，许岩想要把她接到荆州去，他不想让现在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可姥姥不想给他添麻烦，故意说他老了就不愿意挪窝了，在乡下住挺好的。许岩没办法，只能遵从他的意愿。另一边，沈浩明的律师告诉他，许岩最近正在找离婚律师，律师建议他早做准备。但沈浩明很是自信，他认为现在是许岩转正的关键时期，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但很快就被打脸了。晚上，许岩直接拿着离婚协议来到沈浩明面前，这一刻许岩不再害怕沈浩明的威胁，也不怕被戳破谎言，宁愿净身出户也要离婚。沈浩明从来没有想过许岩是爱他的，在他眼里，许岩是因为名声接近自己，认定他既图名又图利。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许岩是因为那瓶桂花酱和那个卡通的创可贴而爱上了他。许岩离开沈家后，再次找到自己之前的房东，租到了自己刚来荆州时租的房子。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此刻的他心里无比的轻松。他终于不用伪装自己，不再害怕被人揭穿谎言，大大方方的活出自我。另一边的沈浩明也没想到许岩会如此决绝，他拿出一幅画挡住了和许岩的婚纱照。隔天，许岩找离婚律师商量离婚事宜，没想到却被孙思维看见。刚才那个男的，他是律师吗？丁律师啊，专打离婚官司的，他在律师圈很出名，他接手的都是顶级客户。很快这件事就在公司传开了，而方磊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了，便用父亲的名义约见沈浩明。怎料沈浩明看到他转身离开，方磊见状追了出去。与此同时，来采访的许岩正巧看到了这一幕。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我们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
许妍的这一巴掌真是打在了我的心巴上。方磊本以为许妍提出离婚自己就有机会了，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就算是离婚了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另一边，许妍回到公司后，因为离婚风波传得沸沸扬扬，主任将他叫了过去，声称有人举报他在家庭背景上撒谎了，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许妍没有解释，直接提出辞职。现在的他不只是不想要工作了，甚至连沈浩明也不想要了。许妍如释重负地走出公司，然后来到沈家，向公婆坦白了一切。妍妍，我这么喜欢你，这么信任你，你怎么能骗我那么久？婆婆在意的一直都是许妍这个人，对于许妍的欺骗，她内心是纠结的，而公公则在意的是他们的离婚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声誉。许妍听完后承诺，在手续办出来之前，对外她都会说去创业了。对不起。许妍真诚地向沈家二老道歉，她放弃了一切，也善意地向浩辰撒谎。她去创业工作忙回不来，沈母对于这个儿媳非常满意，她不仅能帮上儿子，还能将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看着许妍离开的背影，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楼上的沈浩明也同样如此，他没想到许妍得知自己不爱他后会如此的决绝。隔天，沈浩明跟黄总打高尔夫的时候，黄总提起了许妍，夸奖她聪明能干，就算是签约合作了，还挤出时间去看他岳母。他一直以为许妍只是为了合作才去接近的，没想到他还是会花费心思去看岳母，不停地夸奖许妍。还真的很不错，你们两个很般配，我能看得出来，作为家人，他是真心对你的。此刻的沈浩明会不会后悔呢？晚上，沈浩明回忆着他和许妍之间的点点滴滴。许妍帮助他完成合作，又帮他挡了老吴那一刀，这些举动都在表达着许妍是真心爱他的。他的内心无比纠结。而自从许妍离开沈家后，沈家就乱成了一锅粥。反应最大的就是浩辰。我吃了，一点也不好吃。我想吃嫂子做的龙井虾仁儿。他要创业，每天工作很忙，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他创业就不能回来住吗？肯定是你惹他生气了，你还不承认。浩辰离开后，婆婆也没有了胃口，因为她早已习惯了许妍做的饭菜。沈浩明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却假装在饭桌上吃得很香，结果父亲也叹气地离开了。此刻的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许妍在这个家里的重要性。另一边，在出租屋的许妍正在修水管，可她修理了半天也不见好，维修的人员也一直没来。正巧于一鸣过来帮她修好了。许妍一直以为于一鸣还喜欢自己，便明确说明自己不喜欢他。于一鸣明白他的意思，表示喜欢他的是18岁的自己。现在的他已经放下了，而且还喜欢上了乔林。原来两人在长久的相处下渐渐喜欢了上彼此。就在这时，沈浩明以送离婚补充协议的名义来找许妍。离婚补充协议书，给你看一下。我知道了，签完字我会闪送给你。正好我今天没事，做下来一条条对一下。沈浩明和于一鸣以这种尴尬的方式见面了。他就是你的老公。沈浩明宣示主权，让于一鸣识趣离开，但他并没有吃醋，因为他早就调查过，于一鸣正在跟许妍的姐姐乔琳谈恋爱，但他还是警告许妍，离婚协议上有一条，就算他们真的离婚了，必须要经过自己的许可，才可以对外公布消息，让许妍务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然而许妍丝毫不惯着他，直接对了回去。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隔天，许妍和沈浩明来到民政局，却发现还有离婚冷静期。离婚冷静期？不知道政策啊，现在协议离婚都是有冷静期的。顾名思义呢，就是给你们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冷静到下个月8号。如果你们要是不想离了，就不用跑一趟了，这边会自动撤销申请。什么意思？想挽回？我有挽回过啊，有用吗？所以你挽。直到沈浩明得知许妍有了新的追求者后，他才开始着急了。你在外面创业，你所有钱都打水漂了，只有我能救你，知道吗？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你又凭什么贬低我？不久前，许妍和沈浩明来到民政局离婚，得知还有1个月的冷静期的两人，只好先回去等待。但许妍并没有坐以待毙，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可主持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不是跳槽并退或者其他意外的话，当家主持人都可以干到退休的。而且一旦离开了这个系统，就真的很难再有机会了。许妍为此很是失望，但不仅仅是许妍不如意，沈浩明那边也不是很顺利。董事会上举办投票，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会议，投票结果是6比6，就剩沈父的这一票。此时的沈父想起他听到其他股东的话，沈浩明老婆离职了，而且都搬家了。现在外面传闻他们两个要离婚。我早就知道那小子不是省油灯。说呀，在英国的时候就不老实，私生活一团糟。最终沈父决定投反对票。会议结束后，沈浩明愤怒地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反对自己，可却遭到了父亲的怒骂。他给儿子足够的自由和空间，结果却闹出了未婚生子，给了他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结果却娶回来一个骗子，而且他还是知情的。他的家庭条件、学历、生活背景，所有的一切你清清楚楚，但是你是选择了隐瞒，选择了欺骗，我不能容忍你这一点，知道吗？
这些事情一旦被竞争对手知道，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大肆的去攻击。而且在别人眼里，如果他是一个纨绔风流、遇事不慎重、不理智的花花公子，就别指望大家会信任他，会把公司交给他。谁知听完这些话的沈浩明并没有理解，还认为要不是许岩提出离婚，他们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此刻的沈父正在气头上，他将儿子派去子公司调查工程延期的事，还下令不弄清楚不准回来。沈浩明就这样被踢出总公司，来到又破又偏僻的子公司，没有秘书，没有华丽的办公室，吃住都在活动板房里。而负责人知道他被董事会拒绝，丝毫不担心。他这回下放到咱这儿，一不批钱，二不给人，干嘛来了？当太子爷来了？明摆着就是个气死。另一边的许岩求职过程很不顺利，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应聘主播带货。而让他引以为傲的播音腔，在老板眼里就是笑话。你这是播新闻呢，还是带货呢？你这么播不行啊！你要想留住人，你说话得有力度，你语言得有爆发力，你得燃起来吧，观众。为了保住这份工作，许岩开始跟着老板学习直播技巧，没日没夜的学习带货话术，还在家里练习了许久。可第二次试镜的时候，还是不能让老板满意。无奈之下，老板只能让他先去做主播。主播在那边介绍产品，他就不停的吃东西，吃到快要吐了也要忍住。可即使这样，还是不尽人意。要是跟人互动啊，就知道吃，吃也行，把自己塞得跟猪似的。吃相呢？那你是不是得吃得美，吃得香，这样才能勾起那个直播间下单的欲望？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做不好，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那个什么那个新闻主播的。直到第4次，他才终于成功，懂得跟观众们互动，知道该怎么推销产品。与此同时，乔林在刷视频的时候，无意间刷到了妹妹的直播，于是他通过于一鸣要到了许岩的地址。来了后才得知许岩和沈浩明正在闹离婚，在许岩口中了解到沈浩明做的所有事，替妹妹打抱不平。但一开始的确是我做错了。许岩现在想清楚了，沈浩明不是他想要的人，现在他只想尽快把婚离掉，不想再有任何欺骗，也不想再和沈浩明有任何瓜葛。可姐姐心疼他这样太辛苦，比直播苦的工作多的是了，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心惊胆战的过日子。前，许岩专门对两人进行了训练，不仅在穿衣打扮上多加注意，还有喷的香水都准备妥当，为的就是不让沈家父母看出破绽。他将自己打造成千金名媛，父亲是国外知名大学教授，自己则是刚从国外回来。这些话表面上看似没有破绽，可身在豪门的沈家父母也不是善茬。沈母端起茶杯微微一笑，因为她不相信许岩真是出身名门，于是她开始了自己第一轮测试。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校外 Master Student 都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此话一出，许岩丝毫不紧张，因为他早已做好准备。为了迎接这场见面，他还不惜带着两人出国实地考察，而效果也是极好。女人应付自如，直接说出了那家饭馆的名称，还指出了沈母话中的试探。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可尽管如此，沈母还是不敢随意相信，因为这些信息随便查一下就能得到。接着他询问许岩父亲的工作，质问为什么自己上次去学校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这个所谓的教授，而且在网上也查不到他的信息。许岩父亲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赶忙看向许岩。一旁的许岩丝毫不慌的答复，父亲平时是不授课的，只是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说着又拿出自己假造的简历，更是拿出提前准备的许多著作，而书上的签名也是许岩提前找原作者签名，让假父亲练了许多遍。而这个原作者的女儿是他的大学同学，人家也正好在这个大学的研究所工作，这个名字也是顶用了人家的身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和沈浩明恋爱后，第一次来到沈家，就被沈母的朋友来了个下马威。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还行啊，挺聪明的哈。布丁多好啊！来来。就连沈家的下人也对他冷眼相待，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像有钱人家的小姐。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沈母觉得儿子配对的应该是豪门千金，而不是这样的小门小户的女孩，便对许岩百般挑剔，甚至将她当成下人使唤。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我会告诉浩明的。离开前，沈母特意约许岩周六见，很快两人第二次见面。许岩为了这次见面精心准备，他听从了保姆的话，还给自己的头发做了高级回礼。可沈母却不是一个人来的，为了让许岩知难而退，他叫来了许多女孩。这些女孩不仅年轻漂亮，还个个家族背景强大，不是金融投行就是国际精英律师，这些人都能在各个方向帮助沈浩明。等所有人走后，沈母也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看法。从上次开始，沈母一直都在观察许岩，便认定他的家庭一点不好。许小姐，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
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沈母就是要逼走许言，因为他的儿子就要听从他的安排，迎娶能帮助他们沈家的人。本以为他的举动能逼走许言，却没想到许言为了嫁入豪门，竟开始捏造自己的人生。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这也就有了刚开始许言雇人假扮父母的事。而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谎。许言的出生并不被父母期待，他刚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父亲不想要他，是外婆将他救下，但他渴望一个美好的家庭，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他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言成为许言，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因餐桌上的一个小举动，女人便察觉到未来儿媳在说谎。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呢。虽然许言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但沈母一直都对他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于是在饭桌上，他一直都在观察许言一家，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很快他发现许言的母亲不停地给许言加鸡蛋吃，可许言却纹丝不动，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这番话说的许言差点招架不住，但他很快就有了对策。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说自己说谎了，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父母为了前程抛下他很早就出国工作了，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接着他对沈母打起感情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其实许言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他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将他生下就不管不顾，只将姐姐带在身边。但6岁的时候，姥姥为了让他能有学上，坚持让女儿把他带了回去。许言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到了才发现，在这个家里他仿佛是个外人，父母只疼爱姐姐，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拿到好的成绩，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钱，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任凭许言怎么哀求，父亲就是无动于衷，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让许言懂点事。可许言却不明白，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乔林？我难道不是你的亲生的吗？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怎料父亲听完后非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觉得许言不孝顺，恼羞成怒下直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彻底将许言的幻想破灭，他不再期待父母的爱。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他，他哭着跑回家，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来了。许言抱着姥姥，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自此后，许言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但他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奈何没有人脉，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没有背景的他成为主播的发泄筒。为了保住工作，许言只能忍气吞声。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在一次采访中，他结识了一名超级富二代沈浩明，男人帅气多金又体贴温柔，见他很冷，直接关掉了空调，宁愿自己热得脱衣服也没有一句怨言。会议结束后，许言因为发烧直接晕倒了，沈浩明赶忙将他接住。等许言醒来后，看见了自己手上的卡通创可贴，心里顿时暖暖的。这是许言除了姥姥以后第一个对他有善意的人，所以不免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经历过这次后，两人接触久了就慢慢在一起了。沈浩明更是带着他回家见父母，可沈母却对他不满意，处处刁难他。而为了嫁入豪门，许言不得不捏造身份，将自己打造成白富美。可身在豪门的沈母对许言的身份很是怀疑。一顿饭后，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许言。许言见状，为了圆谎开始卖惨，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眼前的父母和身份是假的。他的卖惨也成功打破了沈母的怀疑。跟我养父母的难处。还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好不容易买了一条名牌围巾送给未来婆婆，怎料婆婆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还纵容自己的好姐妹羞辱她。许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
基本上都是纯色款。马总啊，如果他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又怎么会知道呢？哎呀，那就要注意呀，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听完这些话的神母更是没有理会许岩，直接跑过去跟狗一起玩。此刻的许岩站在这里无比的尴尬，好像自己连这些狗都不如。自从许岩和沈浩明相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坚定的选择和爱。但身在名利场，她不仅想要借助男友跨越阶层，还想跟男友有一个未来。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好，父母疼爱姐姐对她弃之不顾，她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她花费很多心思来讨好未来婆婆，不仅捏造名媛千金人设，还卖惨以此来获得神母的信任。可神母打心眼里对许岩的身份有所怀疑，便通过各种办法小心试探着她，想要查出破绽，可每次都被许岩巧妙化解，让她觉得许岩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很难对付。这天她正在跟朋友们一起遛狗，许岩过来后，她就开始端着架子什么也没有说，让自己的朋友们将许岩羞辱了一番，接着就去逗狗，将许岩独自晾在一旁。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而许岩第一次买奢侈品就被嘲笑，对此很是无奈，于是他趁和保姆出去买菜，问问他沈家人的爱好，迫切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信息。可保姆因为上次和他说话被神母发现，早就被叮嘱过，什么事情都不敢跟许岩说。但这一趟他也没有白来，在保姆口中得知沈浩明之前交过好多女友，但都因为神母不满意，再加上他那些好姐妹在背后出招，就把这些女孩通通赶走了。许岩一听瞬间明白，要想攻略未来婆婆，就要先融入她这些好姐们的圈子里。自此后，许岩便开始对这些豪门阔太们马首是瞻，他们在打球，自己就在旁边捡球跑得很欢，根本不知道人家正坐在一旁讨论他。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漏水的，还挺有成绩。虽然许岩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但他这趟也没有白来。他发现神母一直都是大家吹捧着的对象，直到曲总的到来，她的闺蜜们看见曲总后瞬间一拥而上。虽然神母表面上伪装得很好，丝毫没有变化，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她很不开心。于是她立马想到了办法，为了能搭讪到曲总，她做了许多攻略，发现曲总对昆曲十分喜欢，尤其是水袖。她来到昆曲培训班，看到曲总很是卖力地跟着教练练习水袖，刚好她小时候也学过一些基础，便想着借这个机会报一个班，专门学习水袖。而她上来也直奔主题，只学习水袖这一种。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水袖花，哪怕是不吃不睡，多长的时间能练好？最快也得1个月。自此后，许岩很是努力，在教室练习，在家里练习，工作的时候也在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终于被曲总看见。曲总看到这个小姑娘练得很刻苦，而且零基础就很好，忍不住想邀请许岩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昆曲大赛，还向她请教水袖花的技巧。随着两人相处逐渐熟络，许岩也偷听到她最想要的资源，那就是莱茵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她灵机一动，找到神母的闺蜜美玲姐帮忙，因为美玲姐有莱茵校董的人脉，而她的丈夫也需要曲总丈夫的投资，所以她建议美玲姐带着校董来参加自己的节目，她则跟曲总牵桥搭线。一切准备就绪后，许岩又找到曲总邀请他参加，告诉他这档节目不仅莱茵校董会去，自己还给他量身定制了昆曲环节，这让曲总很是心动。节目开始后，许岩更是利用节目环节帮助3个各需所需的人建立关系，而这档节目播出后效果也是极好，收视率一路飙升。许岩也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而他更是将利益最大化，来到沈家给足神母面子，给他的好闺蜜们名额上节目，并且将这些好的事情都推给神母。神母听完后很是受用，觉得许岩很是有格局，第一次让他坐到自己身边。会办事的人不少，有格局的不多。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许岩，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吧。原来许岩通过策划的家宴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还不用看电台一姐的脸色。可对方却很不服气，认定许岩就是靠富二代男友才有的今天，甚至以前辈的身份提前来抢许岩的化妆时间。许岩不想为难化妆师，便让他先化妆，可孙思维却不依不饶，嘲讽许岩就录了一次节目，就以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拿出自己的成绩，表示不仅仅是这个节目，还有其他节目邀请他，而且自己的节目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孙思维的却是1，谁有实力这不是很明显？孙思维听完后瞬间破防，嘲讽许岩要不是绑上了个富二代男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视率？还造谣许岩的策划案是不是都是男朋友买的？但许岩丝毫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对了回去，气得孙思维直接摔了化妆刷。可他明明记得许岩刚来公司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有一对父母在国外，还成了高知家庭。小助理觉得许岩有没有可能是富家千金隐瞒身份，勤工俭学体验生活，毕竟她要嫁的还是建筑业的太子爷，身份肯定是经过调查的。但即使这样，
孙思维还是对许妍的身世抱有怀疑。另一边，沈浩明来接许妍，许妍很是高兴，还让他帮自己选一下下一次节目的菜系。而沈浩明为了庆祝他成为主持人，特意挑选了一串珍珠项链给他戴上。但许妍却表示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新闻主持。沈浩明听完后鼓励他，既然想要就努力去做。可许妍深知自己跟男友的出身不同，她根本不会体会到自己一路的艰辛。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两人现在看似幸福，但许妍内心却无比纠结。如果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后，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隔天，许妍来到沈家，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瞬间就起了生理反应。但为了不让沈家人看出异样，她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适。这时，沈父询问她知不知山西的大云县，许妍直截了当的承认，并且说自己姥姥就是那里的人。现在大云县发展的非常不错了，是的，变化挺大的。另一边，乔家父母在县城里开着一家理发店，在他们眼里，许妍在比乔林优秀，依旧偏心乔林。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你说有什么用？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与此同时，乔林在上班的时候被骚扰，他忍无可忍，直接回击了过去，没想到反被对方倒打一耙，被抓到了警察局。最后还是男友将她接了回去，可回去后非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男友父母一个劲的指责，觉得这件事闹到警局很是丢人，认为他就是个惹事精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根本不给乔林说话的机会。而乔林的男友也是个窝囊的，两人在商量婚事的时候，男友一切听父亲的，将婚礼的花费细节全部都报给他，就连收的礼金不跟自己商量，都要悉数交给父母，甚至面对母亲对乔林的诋毁也一句话也不说。此刻的乔林再也忍不了，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撞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今天的事情明明是乔林受了委屈，可男友父母却一个劲的怪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男友的事业。夫妻俩的嘴根本就像机关枪一样，嘟嘟嘟的说个不停，让乔林根本没有一个缓和的余地。乔林看了看窝囊的男友，终于忍不住选择分手不结婚。可乔家父母得知后，嘴里边都是说男友是银行工作，要多好有多好，根本没有顾虑过他愿不愿意。于是乔林决定离开这个家，去大城市找妹妹许妍。妍妍，乔妍。为了成功嫁入豪门，穷女孩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可就在她成功骗过未来公婆，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时候，乡下的亲姐姐却找了过来。妍妍，乔妍。乔林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妹妹，可许妍压根不想见到她，她现在只想先把乔林支走，因为男友马上就要过来接自己了。但乔林拉着她就往外走，可越不希望什么就越来什么。两人刚走出去，就迎面撞上了沈浩明。妹妹好。这位是？我是我表姐。他来找我。乔林没想到妹妹竟然告诉男友自己是她的表姐，但她并没有当面拆穿。随后许妍将沈浩明支走后，带着乔林来到酒店。乔林再也忍不住质问许妍，为什么不跟男友说自己是她的亲姐姐？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乔林听到妹妹说的那些话，心里不伤心是假的，但他是既得利者，根本不知道许妍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难。在他眼里，许妍就是乔家的一份子，是他的亲妹妹。可自从乔家父母将所有宠爱都给了他后，许妍就不再对那个家抱有希望了。而乔林也没有想到妹妹会对自己这么抵触，要是知道，他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找他。现在没有外人在，许妍也懒得装，直接说明自己并不欢迎这个姐姐的到来。如果她只是待几天就走的话，自己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仁至义尽了。希望乔林能够识趣自行离开，因为他没有义务照顾这个不是亲的姐姐。说完就走了，但临走前再次强调了自己现在姓许。我姓许，许妍。乔林听到妹妹说这些话很是震惊，心里边就以为她是绑上了有钱的男朋友，想要赶紧撇清自己这个贫穷的亲戚。下了电梯后，许妍给姐姐转了1万用作这几天的开销，乔林二话不说，心安理得的收下了。在回去的路上，许妍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她的出生就不被期待，父母生完姐姐后想要再生个男孩，可自己偏偏是个女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亲嫌她是个累赘不想要，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将她带到了6岁。后来因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爸妈迫不得已才把她给接了回去。就在她以为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时，看到的却是他们对姐姐的爱。家里煤气罐没有关闭，姐姐和自己都晕倒了，但是爸爸却选择救姐姐。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为了能生活下去，他变得乖巧懂事，学习成绩也是学校最优秀的。但是爸爸却因为家里困难不让自己参加高考，甚至把家里的那份钱供给姐姐复读考大学。许妍真的忍不住了，觉得爸爸根本就不爱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小时候的许妍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爱自己，自己只有姥姥。爸爸的那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许妍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亲人抛弃的人。她跑着回家找姥姥。